我们来分享一位有着外星人大脑的作者写的一本书，叫做《太傻天书》，它能够极大的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它全书的主旨就是在讲，这个世界是一，你是一，我是一，而时间是零。太傻天书的话，也是一种类似于灵讯的这种东西，因为它传达的这个内容，它不是说，你说一个说地球人呐，或者一个普通人能去接触得到或者想象得到的，它类似于一种这种就是高维度的高层次的或者你说是外星人传讯，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属于那一类的。然后为什么说就是说还没说完哈，为什么说太傻天书是我一定想讲的第一本书呢？因为其实它不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但是它是让我觉得综合起来综合的素质是最高的一本书。它主要讲的就是节省时间。那么具体为什么是节省时间，你学完整个这个太傻天书的这个简介之后，你就明白了它为什么是节省时间的。但是说提到节省时间，我又想到了，其实就是奇迹课程，它也是讲节省时间，他们的这个目标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觉得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怎么就有了这个灵感，然后去写，还是说他经历了什么东西？他肯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是第一点，就是普通人是写不出来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一定是一个身份比较，他所表达的内容是不强调特殊的，他是不喜欢去强调特殊性的。我只能说他就是被选择的人吧，就像咱们以前看那个数码宝贝似的，就是你就是被选召的孩子啊。他就是一个被选召的一个人，一定能量或者是某种说不上来的东西去指引。对，冥冥之中就是指引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被逼着写出这本书的。作者说他是被逼着写这本太傻天书的，他也不想写。主要都讲了一些哪些内容？你感觉到比较精华的部分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讲，因为它有很多个层次。但是你从中也得到很多灵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什么？你跟不同层次的人和不同频率的人，你去表达一个观点，你要去照顾到他能理解的范围。因为如果说就比如说你佛学佛法，你直接讲终极结论，你给众生去讲，你给所有的有缘人去讲，直接讲结论，那他肯定他听不懂，然后他就拒绝了，他就走了。所以说佛教也是讲究一个种就是所谓的善巧的这种方法，你要有10000种方法去讲一个道理一种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所处于的阶段和理解吸收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个你能理解吧？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直接去讲太傻天书的这个终极结论，或者说它的这个整个的概括，我只能讲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节省时间。它和奇迹课程告别娑婆这一类的就是耶稣的传讯是一样的目标，就是节省你的时间。其实我在讲这个之前，我都没有提前去想他是讲什么的，我是突然有这种灵感来的，然后想起了他们的这些共性。节省时间。节省时间就是说让人达到某种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节省时间。目的就是节省时间。对，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对不对？就是我肯定对，你节省的是什么时间呢？就为什么要节省时间？节省时间有什么好处啊？使得这些太傻天书的作者呀、耶稣啊这些各种灵媒啊，去不停的传递这种讯息给我们这个地球人啊？为什么呢？就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让我们节省时间？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大家慢慢的去了解的话，都会明白他们的用意，他们的这种就是出发点是什么。这个关于外星人呢，你认为外星人是怎么一种存在呢？它是有肉体呢，还是说就是一种
都有吧。外星人肯定他就是多种多样的呀。其实，在人类看来，就是一种神一样的存在。你要是说级别很高的那种的话，可能会有类似的这种错觉，就是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比如说科技领先我们太多了，那我们就会去神化它。所以说像这个山海经啊，可能也不是子虚乌有编出来，兴许就是某一种更高维度、更高这个层次的存在。对，完全有可能，这个是一定有这种可能性的。然后我再回到这个太上天书这个啊，因为咱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太上天书的一个入门吧，相当于你看哈，比如说我现在直接给你讲结论，那么他给出的结论，我给你念一下第一句话哈，你就会直接就特别懵，一定是听不懂啊！你要听懂了，这本书就不用写这么厚了。你看它的一个总则就是什么呢？我是一，你是一，我们是一，时间不是一，这本书却是一，这本书在时间之外，这是你的最后一本书。最后一句话，这是你的最后一本书。这个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强调了特别多遍啊，反复强调，反复洗脑。但是你看我刚才那些话说完之后，你有没有产生什么共鸣呢？我产生的共鸣就是作者想通过这段话让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把这本书看完，甚至看懂的话，就是知道了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以后就不用再看什么别的书，是吧？反正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的感受是他这个结论是成立的，但是他这个结论吧，有一定的这种弹性，或者说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东西。就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本书，但是它不是一个命令，它是很柔软的。它是说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对你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你找到了你的道路、你的方向、你的所谓的人生的意义。但是你也可以去吸收其他的，如果你愿意，他也是不反对的啊。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灵讯呢，包括这种所谓高层次的这种知识，它都会是很柔软的、很温柔的，它不会有一种强制性或者说命令性的东西在里边，它都是不会剥夺你的自由意志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如果你看的这个东西，它的结论是很，让你觉得很有压迫性的或者很绝对性的那种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只能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那它的内容的层次一定不会太高，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的直觉是这样告诉我的，所以说，那种知识的话，可能带给人更多的是一种恐惧。我觉得它不是去解放人的内心、人的心灵的，它是更进一步的就深层的去束缚你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是这样。那咱们所以说太上天书，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非常的就绝对的非常的就是很自大的一本书，不是，它也是一种建议，就是它跟佛教是一样的，佛教也是强调给你提一种建议，所谓的什么这种很多吧，吃素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学佛你信佛你必须得吃素，没有必须，这个必须是老百姓自己误传出来的真正的法师高僧他不会去逼着你去吃素，就是佛学也是很相对来说很温柔的一种学问或者说是建议吧，就题外话说一句。那个我之前了解到，就是说整个宇宙呢被分为10个等级，那么这本书有没有提到关于这个等级的这个内容？10个等级的话我不是太了解，然后他这个书给的这个世界的层次的话是在最后一章，然后他的给的层次的这个参考的概念呢和那个1的法则非常的接近，
就是我刚才描述错误，我是说这个文明文明啊。对，你像咱们现在人类的文明，我应该是还达不到1级文明。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层次的文明啊、密度啊、维度啊，这些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啊。这本书他也回应过说，其实维度、密度这个都是一回事啊，就是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字眼儿，它就表达的都是一种类似的概念。然后它和1的法则都是相通的，都是它强调的世界是以这个7为单位的，就是7个密度。就是就像那个钢琴的7个音阶一样，它是有7个层次、7个维度和密度的。那咱们现在属于哪一层？它很明确的讲，咱们是处于第3密度。第3密度。对。那怎么做才能继续往上突破呢？有没有提到？那当然提了，要不然不会推荐这本书啊。他如果讲的东西是模棱两可的，或者你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去实践的话，那你就是一本空谈了，对，那就变成太傻空谈了，而不是天书了。他敢说自己是天书，其实他就是一种什么呢？他自认为这本书是能解答你所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你真正学明白了这本书之后，你是理论上你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不代表你能做到，只是说你能回答，你只是从理论上理解了所有的这个整个宇宙的存在。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那么我们人类呢，怎么做才能突破第3密度，去达到第4或者是更高的密度？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是直接给你结论，未必就是一种帮助，因为这个结论给的太容易了，让人会缺少一个整个思考的过程，而直接去质疑这个结论。就像你解一道题，我直接告诉你等于2，你会觉得我可能在胡说八道，但是你真正你做了1天1夜之后，你会发现，哎，真的就是等于2。对，就是人会有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因为一个东西我得到的太直接了，太容易了，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价值。这倒是，这符合人性。对呀，所以说我去介绍这本书，我直接去给你讲结论，1加1等于2，2加2等于4，我觉得这样帮助不了很多想了解这本书、真正想了解这本书的人，想与这本书产生深层次共鸣的人连接的人。因为结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建立一个思考的过程之后，你才能去检验它是否是成立的。所以我就是在这里，我就不想直接的告诉你吧，第3密度怎么样提升到下一个层次，提升到第5、第6密度，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也是，怎么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地球上的人类来讲，是一个最难接受的，也是最难去做到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如果我用侧面的方法去回答你吧，因为如果地球的人能够轻易的接受这个提升的方法和理论的话，那么首先是我们早就已经接受了，我们不会等到今天2024年还在这个地球上混着浪费时间。你说这个你听我说完哈，就是如果我们地球人能接受这些东西，接受这种提升的方法理论和这个实践的方法，那么在2000年前，耶稣也好，就是佛陀也好这个悉达多也好，他在我们地球上传讯的时候，我们早都已经提升了。那么为什么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有70-80亿的地球人在这个地球上执迷不悟，在这儿混日子就是因为2000年前的这些指导和指引，我们地球人并没有真正的去一个我觉得是重视，再就是真正的去吸收和奉行吧。因为我为什么说不重视呢？你看，首先咱们中国你就知道，就是非常的不重视这种宗教方面的、信仰方面的这种传播也好，或者教育或者是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对吧？相对比较少。
其实在古代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对吧？人人都奉行这个出家人呐，很尊重啊，然后去学习啊等等等吧。现在的人更重视的是这种身份地位名利这些东西啊，当然古代人也重视这些，把物质看得太重了。对，古代人可能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可能相对来讲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唯物的比原来要严重的多。因为比如说你在古代可能你金钱能买到300种东西，你现在你在地球上你能买到3万种东西，所以说金钱它代表一种物质层面的这种吸引力，它对人的这种控制感会更强烈。所以说你在如今这样一个社会，所谓的这个佛教说的末法时代，你去传播一些心灵方面的知识、一些理论，其实是很难的，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阻力不在于谁去禁止它，没有人禁止它，这些知识是免费的，是网络上也好，书籍上也好，是随时可以查到的。但是大家其实内在的阻力是最大的，因为我们从生下来就在接受着整个地球现实的洗脑，让我们几乎没有接受其他的可能性。其实我现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也是在某种程度的去引导你，因为你也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挺坚定的一个唯物主义，对吧？就是一个对啊，生活在这种环境就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对，很正常，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正常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下子变得很灵性啊，很怎么样，就是人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觉得就像我们看一个电影一样，一个人的成长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它是有过程的，它是有逻辑的。所以说我接受的这个东西一定有我的原因，那么从你接受那一天也一定有你的这个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就是可能你认识了我你对这个感兴趣，内在的原因其实是你自己愿意去倾听这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如果我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我跟他说，他不会听的。一定是你自己准备好了，老师才会出现。所以说有一句话就是学生准备好，老师就出现，这个是奇迹课程里经常说的。就是太上天书也强调说，这个宇宙当中没有说学生准备好，老师没有的情况，因为他强调的就是这个宇宙当中的老师是非常非常多的，多到就是数不过来。但是我们地球上相对来讲算是比较贫瘠的一个地方，就这方面只是比较贫瘠的。但是你能说完全没有吗？其实也有。其实无论你是购买太上天书这本书的人受到他的一个可能感召的这样一个人，还是说你就是好奇，你在网上点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视频的人，都属于有缘人，都属于是开始尝试的去改变的，尝试一些接受一些新的观念的人。这就是很大的一步。其实他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一种学生已经准备好的状态，然后无数个老师就会走进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我平时刷短视频的话，会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现在非常的多。那么你认为生命的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原来有很多过程吧，就是最早的时候，小的时候也会经常想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想的要比我的同龄的孩子想的多得多，关于这方面我总在想是人为什么活着，总在反思这件事儿，这其实就显得挺不正常的哈。然后最早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我觉得人活就是为了吃，对吧？就是为了享受，这是早期的想法，就人活就是为了快乐嘛。然后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能接受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然后到后来我就会发现整个就是说你去观察这个社会
你看新闻也好，你自己观察身边的这些人的这些经历也好，你会觉得有很多的这种随机性，或者说是这种不公平的这种东西存在就是你看我学习和他学习，我们俩学习同样的东西，我比他快或者我比他慢那我可能我的身体素质比他好或者怎么样我胖他瘦我高他矮，就是所有的这些不平衡会随着你的年龄成长吧，逐渐的你会感受到，而且是无法否认，对吧？因为大家小时候可能上幼儿园都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对吧？只不过他是男孩我是女孩怎么样，家庭各方面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差异性逐渐开始拉大，然后我们的意识也逐渐察觉到这件事了，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开始去追求自己的这种长处，就是追求自我吧，开始找到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人生的路一个方向，有的是学习，有的是什么才艺有的是特长之类的然后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梦想理想梦想和理想想达成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的，那么在没有达成这些梦想的话其实就是说然后我就想讲就是好，到了我们成年之后了，我们去追逐自己的目标理想的时候，这就分成了好几波人。比如说有一波是可能是少数比较幸运的，他每一个阶段的目标都能完成，然后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生活状态这是很幸运的一波人。但是现实残酷的点就在于不会只有这一波人，对吧？这种可能只占5%、10%，那么剩下90%的人呢是各有不同，有的是可能实现了自己目标的一半，有的可能是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走成了另一条奇奇怪怪的路有的是怎么样先好就是先考上理想大学了，然后找到理想的工作了，但是可能其他方面我身体突然一下子不行了，我得了不治之症了然后有的呢是先苦后甜我整个前半生我年轻的时期都是非常这种辛苦的就是诸事不顺，但是我挺过来了我到了中年中晚年的时候，我一下子顺风顺水了，我可能事业爱情各方面都会变好，就是每个人的剧本都是不尽相同的这个时候其实整个这个阶段都是伴随着人的这个思考的。那我也是因为这个剧本的这个走向不同在这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有失望，有得意也有这个痛苦，也有迷茫。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有非常多的更多的反思，因为我可能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反思人为什么活着。经历了更多之后，反思的深度和这个宽度就会更大，然后吸取的东西就会更多。思考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会逼着自己往前走，就是你的思想不会停留在原来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应该都能理解。就你思考的足够多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思维阶段和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理论。那么这个时候原有的这些认知和你的知识你的经验就已经满足不了你了，那么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内在的驱动力，让你去寻找更多的知识资讯这个能开阔你眼界的东西。那么就在这个阶段，我就是学习了大量的，可能从一开始学心理学听一个就是心理学的这种主持人做的节目，一个夜间节目听了几年，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共鸣，然后很喜欢，对吧？然后对，但是对清音，然后其实就是我真实的经历然后清音它会怎么说，这一条道吧，你去听他的节目，他会延伸出非常多的内容，比如说什么哪个哲学家有哪一个什么节目，有哪一种理论，反正就是你听一个东西一定会衍射出来一堆的这种相关的知识，然后你再去寻找就去学习那些知识的时候，你又会开出新的分支。所以说无论你怎么去
曲折的去寻找，最后都会，反正对于我来说，最后都会指向这个灵性的这个道路，这个灵性的这个相关的很多讯息啊，它等于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必然吧，我觉得。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这个得开通会员才不现实，你看，还有10分钟，对。然后你就会去，其实除了寻找的过程当中，会必然遇到这些资讯。我还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就是会有阶段性的那种灵感和悟性的变化，悟性的成长。因为上学的时候就会有那么一阵儿，会突然觉得特别清醒，然后看得清一切的这些目标和意义，然后就觉得其实没什么意思，就是那种感觉。所谓的厌学到一种厌世的这种思想吧。但是也曾抑郁过啊。我觉得说实在的，真的不是抑郁。因为我不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思维很负面的，然后很痛苦的，是迷茫，或者说是不想活了的那个状态。我人生有过那个抑郁的阶段，就不想活了啊，想跳楼那个阶段，那个非常负面，很痛苦。但是我那个上高中的时候那个阶段，我感觉到是一种清醒。我甚至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比我现在的这个意识状态更高，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他清醒到什么程度呢？而且你是开始真的相信了，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之上，没有学过任何太上天书、佛教所有灵性的知识，没有，就是凭自悟，自己感悟到了。就这一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然后就很清醒。真的它会影响你的行为，因为你做事的这个动力就会很小。当然也是因为高中的东西很累很难啊，都有关系。就阻力是存在的，但是你原在内在的动力也开始变得很小了，欲望也开始减少，就是突然有一种不是那么在乎了的感觉，而不是跟自己较劲的那个状态。而那个阶段我觉得是自发的。其实可以这么说，你也是很幸运，因为很多人面临这种迷茫的状态，他会一直停留在这种状态，他没办法突破啊，找到一些答案。对，所以说你是比很多人都要幸运。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青春期迷茫的时候，可能选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排解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一直在思考这块的话，我是挺有优势的，就是我能很多东西我想得明白，我可能现在我做不到，但是我明白为什么。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困惑，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不是因为我困惑我才去学习很多东西，而是我已经有了一种什么结论，然后我想去为我的这个结论去寻找证据，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人活着，为什么，我是似乎已经自己感受到了结论，然后我开始去寻找证据，是不是我说的是对的，或者别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然后我就找到了所谓的这个清音啊、心理学呀，我会发现他说的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再到佛教，我一听这个佛经讲的内容啊，听法师讲佛经，我就觉得哇塞，这说的不就是我心里的想法吗？不是我去接受它，而是它这个理论证实了我的想法，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只是在看到了我已经相信的东西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出发点是不同的。对，我这个我记得很清晰，因为自己的心理过程是很印象很深的啊，这个是不可能混淆的。包括我看太傻天书，我也是，我先有了太傻的这样的一个他讲的这些所有的内涵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然后我去看到他，我才觉得这书写太棒了，这不就是
替我发声嘛，类似于这种感觉。所以你看到他之后，你好像找到了一个知己知音，你会觉得身边的人都不懂我，但是这本书他懂我，是这种感觉。明白了。咱们这个会议还有5分钟的剩余啊，一会儿再那个什么一下。重开一下。对，是不是？那你看其实咱俩之前也聊过很多次，我没有跟你说过这么系统，对吧？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现在听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对不对？我也是这么样说服我自己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说我要怎么样，而是就是像太傻说的那样，其实是他就是说引导我吧，可以说，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剧本就是这样写的，你只是在去走这个剧本而已。这里面没有很多的刻意，我刻意的要去学心理学，我刻意的要去学佛学，根本就不是，是他们找上了我。就像说咱们去聊天想做这个频道啊，做这些东西，其实是你找上我的，对吧？对，不是说我天天逼着你去我想怎么样，其实真不是，就是缘分。是我认为你确实这个知识储备也好啊，这个表达的这个思路也好啊，就是符合一个你懂我意思吧？就是符合做这件事，我才会去想着把这件事串联一下。其实你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直觉呢？你觉得我这有货，然后呢，你想把我这个货拿出来，让大家也好，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东西被埋没了，或者只有你一个人去倾听和你觉得有点浪费，你就是有这样一种思想。是的。你觉得一个有货的人，你想让他把货抖出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你当时的感受。就是之前我们你的目标不是我觉得你的动机也是很单纯的，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他有东西，他这些东西也是有所谓的价值的，然后你就想把这些东西给挖出来，就是仅此而已。至于说能不能帮到别人，或者有没有所谓的这个价值，这个只能交给大家自己去判断，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主观的没有什么客观的这种真实的价值。因为我这些东西所谓的这些认知啊、思想啊，或者说知识啊，咱没有办法去称一下值多少钱或者怎么样，对吧？只是说就有跟这些东西有共鸣的人，他会觉得我觉得你说到我心里去了。那么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会觉得你说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啊，或者说不实际的东西，所以就会觉得没有意义。这个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正常，相互筛选嘛。东西就放在那里，需要的人自己会去取的，不需要的人看到了，感觉自己没必要去使用，那就会离开。对，甚至有些包括就是说现在的网络文化是，他会去质疑这种东西的存在的意义，他会给你一个结论，就是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碍我的眼。或现在人很多都是这种风格的，就是他不允许他不认可的存在。所以我们自己这个内心也要强大，包容心也要就是求大体，就是求同存异嘛，对吧？对，其实这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就是一定要允许你不认可的和你不喜欢的这种存在因为也许你最不喜欢的这些东西，恰恰是别人最喜欢的，最觉得能让他快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有包容心，这个包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识吧。对，即使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完全相反，但是我觉得我们俩也可以共存，或者说和谐共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对，就是要允许对方存在。因为如果不允许他人或者说不同的观点存在的话，那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枯燥的，因为可能就是你看到哪都只有你自己。我觉得网络其实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多元的，
这句话说的非常精辟。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